这是力量训练基础周期化的第3期视频。这个系列的视频的主题是如何用周期训练的思路规划你的力量训练。那本期视频的主题是大周期的训练规划。那视频比较长，包含比较多的理论实操的部分，建议先收藏再观看。那在这里我要和大家重复一下周期这个概念。周期计划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微周期。那不同水平的微周期长度不同，在微周期内，你需要弄明白动作选择、训练频率以及训练的侧重点。那这个话题在第1期视频当中有详细的说明。若干个微周期组成一个中周期，在中周期之间，你需要保证主项、辅助动作在中周期之间的渐进超负荷。我建议用相对强度进行负荷的管理。这个在第2期的视频当中有讲到具体的操作。我们这里提的大周期并不是以比赛为目的，而是以提升主项的最大力量为目的。那大周期的规划中需要考虑到几个中周期的结构衔接、渐进负荷衔接以及各个中周期周期末的最大力量测试。那为了提升最大力量，产生新的 ERM， 就必须通过训练让身体逐步产生适应，形成峰值力量，最后完成最大力量的测试。因此在规划大周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分成3步走。第一步，对力量周期的阶段进行整合。在本系列的第1期视频当中，我们曾提及力量周期涵盖的7个阶段，即生理适应、肌肉肥大、最大力量、转化、维持、停训、补偿。那其中转化阶段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做法，这个阶段比较个性化，很难一概而论，本视频不讨论。停训顾名思义上就是停止训练，图德邦帕在书中提及，通常会在比赛前的5到7天停止力量训练，目的是在于让运动员产生心理、生理的超量恢复，且停训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体育项目，所以这个阶段本视频也不讨论。本期视频的主题是提升最大力量，且不涉及比赛，所以我们将针对生理适应、肌肉肥大、最大力量、维持、补偿等5个阶段进行初步的讲解。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理适应阶段。生理适应阶段主要的目标有4个。1、最重要的目的是开始进行力量训练基本的技术层面的练习。第2，刺激力量训练所需要用到的大肌群以及稳定肌群。第3，锻炼肌肉、韧带、肌腱，为即将到来的高强度训练做准备。第4，提高短时的运动能力，这样可以降低训练后一阶段的疲劳。生理适应阶段力量训练的特征是中低强度40%至65%的 ERM， 多次数，每组8到20次，2到3组，短间歇，组间歇控制在3分钟以内。那么对于刚刚开始力量训练的人群来说，建议生理适应的阶段为9到12周。对于有一定力量训练基础的人群来说，大约在2到4周为宜。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肌肉肥大阶段。肌肉肥大阶段的生理目标是： 1、促进蛋白质的合成，以提升肌肉的含量。第2，提升能量基质和酶的含量。肌肉肥大阶段的训练特征是： 1、注意动作在向心阶段的快速发力。第2，采用轻至中等的负荷。据书中所述，20%至50%为轻负荷，51%至70%为中等负荷，71%至80%为中重负荷。这里的肌肉肥大主要的目标是提升快肌纤维的维度，因此比较强调在向心阶段的快速发力是快而不是慢。首先，肌肉肥大阶段的训练并非是必要的，肌肥大训练中部分强度与最大力量阶段的强度重合。那么在周期训练理论与方法一书中也提及，除非训练者需要增加体重，或者是完全是属于训练的新手，否则此阶段非必要的力量训练阶段。接着我们就要说到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最大力量阶段。那想要提升最大力量，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次安排以下2种的训练。1、肌肉间协调因素的训练，组次数为2至6次，强度为 ERM 的70%至80%。第2，肌肉内因素的训练，组次数为1至3次，强度为 ERM 的80%至90%。肌肉间协调因素的训练主要依赖于技术动作的学习，这种训练强调以最完善的动作爆发式的完成训练动作。肌肉内因素的训练主要的目的是提升快肌纤维的募集能力，依然要求以爆发式的完成动作，但是由于强度接近90%，相比更低的强度，杠铃的速度一定会变慢。维持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在最大力量阶段获得的适应性。那保持阶段的训练特点是： 1、降低训练动作，通常只保留与主项高度相关的项目，或者是主项的辅助项目，通常不会超过5个动作。第2，
降低训练的容量，通常每个动作仅安排2到4组，每组1至6次的训练容量。第三，训练强度区间的跨度是比较大的，这个阶段会用到的强度区间为60%至80%ERM。那维持阶段相较而言也比较适用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具体的时间跨度因比赛日程而异。最后一个我们要提到的阶段是补偿阶段，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主要的目的是恢复训练当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身体疲劳，并产生恢复。那么过渡期的特点是：一、训练者可以选择非主项项目进行训练，无需进行主项项目的安排。第二，训练者可以选择主项拮抗肌、稳定肌以及其他与主项没有高度相关的动作或者是肌肉进行训练。第三，过渡期的训练量会大幅下降，通常为平时训练量的40%到50%。那么补偿阶段可长可短，但是需要知道的是，过长的补偿阶段安排会造成运动表现的下降，通常建议不会超过4周。那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力量周期各个阶段的理解。在我们进行下一步之前，先记得一键3连好吗？接着我们需要对大周期的结构进行阶段性的整合。首先，整体的大周期规划目的是提升最大力量，所有的训练重点和精力都需要放在最大力量的这个阶段。所以中周期的安排时长上面，针对最大力量的中周期会占用到大部分的时间。那么其次，偏离有效强度70%ERM 越多，则对力量提升的效用就越弱。所以即便是在生理阶段所使用的训练强度，应该尽可能的靠近70%，建议为60%至70%。那么此强度与肌肥大区间的强度重合度较高，所以建议大周期的初期可以考虑将生理适应与肌肉肥大的阶段整合成一个阶段。那么最后将维持和补偿阶段进行整合，目的是保持最大力量，并且适当的进行弱项补强，以衔接下一个大的周期。那么根据上述的思路，我建议的其中一种大周期的结构就会是：第一个中周期生理适应加肌肉肥大，以2+1的方式进行，也就是2周的复合渐进加1周的再生周期。第二个周期最大力量肌肉间协调训练3+1。第三个中周期最大力量肌肉间协调训练3+1。第四个中周期最大力量肌肉内因素训练3+1。第五个中周期维持加补偿，持续2周。这就是一个基础的大周期的框架，其中生理适应周期为期3周，最大力量周期为期12周，维持加补偿周期一共2周。第二步，利用相对强度明确各个阶段的训练难度。关于相对强度的安排会有几个原则：第一，不管是哪个阶段，相对强度的设置不建议低于80%。第二，再生周期的相对强度统一为70%。第三，训练新手可以将相对强度主要集中在80%至90%的区间内，中阶训练者可以将强度集中在85%至95%之间。对自己十分有信心的，可以在相对强度90%至100%的区间内进行训练。第四，在相对强度超过95%之后，再进行 ERM 的测试。第五，维持阶段相对强度建议在80%至90%。比如生理适应周期的相对强度起点可以为80%，增幅为每周5%。力量周期的起点衔接生理适应，在相对强度的起点上可以略微下降为83%，增幅为每周3%。当力量周期的难度接近90%的时候，增幅下降为每周2%。接着，当相对强度超过95%的时候，增幅下降为每周1%。那么最终这个计划的相对强度会来到97%。伴随着是 ERM 的测试，测试之后会有2周的维持恢复的周期。第三步，明确各个区间内的训练组次数。那这个阶段主要参考的就是周期训练理论与方法中的建议，直接往表格里面填写就好。生理适应每组8至20次，最大力量肌肉间协调每组2至6次，最大力量肌肉内因素协调每组1至3次，维持训练每组1至6次。生理适应阶段组次数不宜太高，目标还是力量训练8至10次为宜。传统一点，我们可以从10次开始。那么最大力量阶段的安排就是一个容量递减的安排，你可以从6次开始到3次的位置，每个次数安排2到3周的训练。至于再生周期，
组次数就和对应的中周期的第1周的组次数相同即可。第4步，根据 ERM 表格确定训练所使用的强度。那这一步就是一个数学题，直接往里边直接填写就好了。那这里要提到的是，训练强度等于绝对强度乘以相对强度。关于训练强度的算法，在第2期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讲解。如果在这里你看不懂的话，我建议你回去看看我第2期的视频。第5步，使用普列普林表格确定训练的组数。这一步就是对照普列普林表格确定单次训练的组数。我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第10周的训练，相对强度为 95%， 组次数为3次，训练的强度为 88%。那根据普列普林表格属于第3档的高位，因此选择15次左右的总容量。视力计划当中为12次，也就是4组3次的总训练量。其他周的训练组次数的安排以此类推。需要注意的是，维持恢复阶段的训练量参考以往的训练量，并且减少1半。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大周期的训练强度安排。记得3连，记得点赞，记得收藏，记得转发。我个人呢会把这样的强度安排应用到我自己的1到2个主项的训练当中去，在一个大周期内集中提升1至2个动作的最大力量是比较合理的。那这只是一个个人习惯，仅做个参考而已。那么最后还需要再补充一个部分，也就是每个中周期中的再生周期。再生周期中不仅仅是恢复，还需要在再生周期的周期末安排一次 85% 或者是 90% 的 open set 测试，来确定下一个中周期的 ERM 的基数。那么比如说第7周、第11周的 open set 测试，可以用 80%、90% 的强度分别完成一次最高次数的测试，利用 ERM 公式预测新的 ERM 作为下一个力量中周期的 ERM 基数。那么具体的计算公式和注意点我都在第2期视频当中有详细的讲解。整个大周期中的 ERM 基数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在第2个、第3个力量中周期的期末各有一次的调整。OK，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那到这里，周期训练计划的系列视频已经全部都更新完成了。那么这个系列的视频只是分享给大家周期训练中的一种操作方法，并不是周期训练计划的全貌。那么3期视频的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评论区置顶，大家可以连续的观看。OK， 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如果你对本期视频的内容有什么不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如果你对力量训练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内容，留言区告诉我，留言给我好吗？最后别忘了给我一个1键3连加转发，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